囚犯快速架起一根不锈钢简易炮管，接着将自制燃烧弹塞进去，随后用扳手敲掉阀门，哨塔瞬间炸成碎片。但这并没有给典狱长造成威胁。接着，囚犯们拖来组装的投石器，一声令下，巨石腾空而起。第一次试验进攻打歪了，典狱长开始变得神情紧张。这次他拿起对讲，命令防暴部队前去武力镇压。数百名武装狱警蜂拥而出，但囚犯们早已做好万全准备。他们用餐盘做盾牌，组合成严密的铜墙铁壁，双方展开激烈碰撞。接着，领头人一声令下，投石车在同伴的掩护下再次发射。巨石直接命中典狱长的办公室，然而这并没有结束，一颗火球紧随其后，将办公室彻底化为火场。囚犯们乘胜追击，进行弹弓投掷，可下一秒，火球被狱警一枪打爆，几人被大火掩盖。好在有同伴的帮忙，快速将他们身上的火焰熄灭。这时恼羞成怒的典狱长开始失去理智，他直接派来一辆坦克车，高压水柱直接喷射而出进行镇压。其实囚犯们早已准备了防御石墙，但这根本无法抵御强大冲击，众人来不及躲闪，纷纷击中，受伤的同伴成倍增加。即使是盾牌也阻挡不住水枪的高压进攻。危急时刻，事先安排好的狱友来到仓库，将总阀门关闭，坦克水炮顿时成为摆设。这时光头将军打来电话，典狱长为隐瞒监狱暴乱的情况，赶紧撒谎声称局势已经平息。而此时的囚犯们又开始了一波猛烈反击，狱警抵挡不住的落荒而逃，典狱长的笑容逐渐消失。就在囚犯们以为要取得胜利时，监狱上空突然出现一架武装直升机，囚犯将矛钩塞进水枪固定好，接着打开水阀，矛钩飞出挂住直升机，直升机开始左右摇摆，最终直升机失控撞向哨塔。而组织这场行动的不是一般人，他曾经是米国3星陆军上将伯特，然而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违背总统命令，擅自指挥导致15名战友牺牲，随即就被告上军事法庭。伯格心生愧疚，没有为自己辩解，自此他被判15年的监禁。典狱长很崇拜上将，当天就邀请他共进烛光晚餐，还主动介绍起这里的情况。这里是由城堡改造的军事监狱，关押的都是犯错的士兵。典狱长爱收藏一些战利品，其中还有将军的自传。他没有上过战场，平时对这些东西也呵护有加。就在他想要一张将军的签名时，刚好听见将军与副官的谈话。他拿起一枚子弹，表示只有没打过仗的人才会收集这些铁皮，真正的军人看到这些东西只会有无尽的伤痛。听到这些话，典狱长老脸一黑，直接叫人把他送回牢房，心里暗暗决定要给伯格一个下马威。第二天娱乐时间，典狱长故意给犯人发放一个篮球，让他们相互争抢，这是监狱里唯一的娱乐活动。大家为了一个篮球打得头破血流，旁边狱警若无其事，直到打死了几个才拉响警报。这时所有囚犯双手抱头趴在地上，将军一脸懵的也跟着趴下来。这时典狱长看着将军满脸得意，他用这种小手段向将军展示着自己的权利，有不服管教的直接开枪，虽然枪里只是橡胶子弹，但是在这1个月里已经死伤30多人。午餐时间，有狱友找到伯格，希望他可以动用五角大楼的关系调离典狱长，但初来乍到的伯格只想安稳过完刑期，并不想惹是生非。但是有些事情总会自己找上门。这天，一个叫山姆的囚犯见到自己偶像，毫不犹豫向伯格行了一个军礼。其实山姆以前服役于海军陆战队，自己的父亲曾经是将军的部下，两人交流间亲切了许多。但是这一幕被暗处的典狱长尽收眼底，他嫉妒伯格在囚犯心中威望的身份，自己身为典狱长不受尊重，当即下令体罚山姆在云中站一夜，顺便也暗示一下伯格，在这里只有典狱长是老大。直到第二天囚犯们出操，典狱长依然没有免除惩罚，山姆已经危在旦夕。忍无可忍的伯格警告狱警，按照监狱明文规定，体罚不能超过第二天的用餐时间，可狱警根本不听，举起棍棒就要对山姆实施殴打。伯格赶紧伸手制止，狱警冲过来对着伯格就是一顿毒打，而典狱长以涉嫌袭警为由惩罚起伯格，在40多度高温下搬运石头。伯格脱掉上衣，满身伤疤，触目惊心，这是军人最特殊的勋章。囚犯们一个个肃然起敬。晚上回到牢房，所有犯人都用名牌敲打铁门，以此来表达对伯格最高的敬意。伯格的到来改变了一切，原本的旧石墙被推倒，因为他们打算建一座属于他们的堡垒。由于山姆一家人都靠石匠为生，所以囚犯们向伯格推荐了山姆。很快在山姆的指导下，堡垒建了起来，还在墙上刻下了伯格的名字。典狱长见他们如此尊敬伯格，这一下彻底激怒了他。狱警当场射杀一名囚犯，被激怒的伯格决定推翻典狱长，他将所有囚犯集合在一起，唱起军歌，集体摸头代替了敬礼。伯格叫典狱长主动辞职，否则自己将动用所有关系让他下台。这番谈话让两人彻底撕破脸。典狱长眼看伯格不再受控，便找到自己的上司光头，谎称伯格煽动囚犯们越狱。可万万没想，自己的上司曾经也是伯格的手下，甚至就连军衔都是伯格亲自授予的。光头相信伯格的为人，因此告状这招根本起不到什么效果。
怎知这时典狱长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内容是中午12点整绑架光头将军。信以为真的典狱长立马召集警力，先用高压水枪压制，随后将光头上司强行从聊天室拖出去。可到了中午12点，什么绑架的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原来这都是伯格设下的圈套。他仅凭一封匿名信，不仅让典狱长在上司面前丢尽老脸，还摸清了监狱所有警力。就这样，一场更大的计划在将军的心里悄然而生。接下来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，首先摧毁水炮车，抢走直升机，然后占领哨塔，把国旗倒破。这意味着典狱长失去对监狱的掌控权，必定会引起上级高度重视，这样典狱长就能顺利下台。就在大家准备万全之际，囚犯里面有人当了叛徒，典狱长以减刑为筹码，收买其中一名囚犯颁布，从口中知道了伯格的计划。典狱长心中窃喜，他自己认为伯格不会得逞，因为监狱里只有一面国旗，而那面国旗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。但是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，典狱长再次失算，那个叛变的颁布是伯格计划里的一环，而他办公室里的国旗早就被偷走。不久，典狱长发现国旗不见，他立马调集所有警力对每间牢房进行搜查，这一切都在伯格的掌控中。就在狱警进行搜查时，牢房外的囚犯用铁链锁住大门，80%的警力被困于牢房之中。此时典狱长立即派出防暴部队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武装战斗。至此，伯格所有的计划逐步实现，现在就只差倒挂国旗。此时增援部队已经赶来，伯格让所有囚犯趴在地上，不得违抗命令。这时典狱长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但伯格自己并没有屈服，他拿着国旗转身走向旗杆。典狱长下令让士兵开枪，但老将军一个眼神没人敢开。面对曾经的传奇将军，他们缓缓放下手中的兵器。逼急了的典狱长直接对着伯格连开4枪，枪枪命中要害。受伤的伯格倒在地上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旗帜升起。这时所有人才发现，老将军没有将国旗倒挂，或许他早就打算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典狱长下台。他更没想过真正的倒挂国旗，因为这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。这面旗帜不只属于典狱长，更属于为他而战的每个士兵。或许只有士兵才更能体会其中的尊严和荣耀。老将军用生命给他们上了一堂关于信仰和忠诚的课。军人们看着国旗纷纷举手敬礼。最后典狱长因随意射杀犯人被捕，